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然有广论坛，我是飘哥。今天咱们继续来讲印度神童阿比亚621预言。所谓的621预言，就是针对着6月21日日环食的预言。这一集我们采取的形式和上一集一样，仍然是同声翻的形式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要谈一谈从6月21日到之后一周这段时间会发生的事。这是6月21日发生的日环食，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。但这一次的日环食与2019年12月26日我们观测到的日环食相比，危险性要小得多。对于12月26日的日环食，我曾经专门的做过一次视频，而且我关于当前世界形势70%的预测都是根据那一次日环食得来的。这一次将在6月21日发生的是一次基本的日食，是一次日环食，正如屏幕看到的景象。那么，在星象学经文是如何解释的呢？伟大的占星家和天文学家弗洛克米希罗所写的文本《Brihat Samhita》中，用一段美妙的疏勒伽给我们启示了在日食的这段时期会发生什么。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胃肠疾病，同时在日食结束的7天以内，如果太阳或者月亮的周围出现光环，或者有沙尘暴、有气旋或者其他类似的现象，那我们就需要重新的评估这个预言。但是根据目前的行星的位置，在那个位置只有一颗水星，就目前星象分析，基本上没有多少危险会发生。有几件事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，在这段时间里的影响会是出现轻微的消化道疾病，包括胃肠道疾病，它们可能会给印度首都地区，包括新德里以及印度中部带来麻烦，农作物和雨水会有影响，天气也会不规律，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可能会出现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这次日环食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在印度和中国。除此之外，在日环食发生的一周之内可能会有更多的危险，所以强烈建议不要在这段时间里走出户外。接下来我想谈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，以及这次日环食的一些技术细节。在6月21日有一个日食，具体的细节是这样的。在新德里观察的话，开始时间是早上10点20分，全环食时间是下午12点02分，日食结束的时间是下午1点49分。除非有重大事件，所有成年人从6月20日下午9点52分开始，直到6月21日下午1点49分截止，即为斋戒的时间段。吃东西、喝水、使用浴室和其他的各种活动，比如刷牙、抹油在身体上、外出等等活动，都必须严格禁止。但是儿童、对于儿童、老人和病人，斋戒时间段是从6月21日早上5点24分开始，到下午1点49分结束。幸好这段时间是一天中比较早的时间，而且只有半天，很多人只需要错过一个早餐就可以了。但是遵循斋戒这些规则是非常重要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在日环食期间，日环食所带来的负能量会污染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吃了之后会伤害我们的身体。在日食期间，
唯一建议大家做的事情，就是坐下来，摒弃所有杂念，向上帝祈祷，祈求他赶走我们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。轻轻地吟唱曼特罗，不要太大声，但是要出声，在嘴边默默吟唱。借这个机会，我想讲一下关于我之前所做的关于2019年12月26日的日食的预言。在那一次日环食里，我预测了在这段时间将发生的事情。那一次的日环食有很多的特征表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可以看我在2019年12月22日，也就是日环食发生4天前做的这个视频，距离日环食还有4天预测和时间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的细节。另外，关于这次日环食的唯一进一步消息，有一个很好的网站，叫做 timeandday.com， 它是专门讨论日食、月食以及在日食和月食期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天象的网站。现在显示的就是这次日食从头到尾的模拟景象。这是这是太阳，而这个移过来的是月亮，这是最基本的模拟。这个点就是最大的日食点，慢慢的它偏移过了一段时间，日食就结束了。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查看更多的细节，还可以改变你所在的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栏。在这里你可以改变你的地点到世界的任何地方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知道班加罗尔会发生什么的话，你可以点击这里选择班加罗尔，那么时间就会转为班加罗尔的时间。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新德里时间，因为这是此次日食最中心的地点。这就是这次日食的基本信息。总结一下，就是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日食，时间是2020年6月21日。我相信在日食发生的这一个星期里，也许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但它不会像上次12月26日那样危险。据我目前的观察，我认为它会影响农作物，导致不规则的气候多雨。不要忘记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不需要害怕发生在6月5日的月食。首先，基本上不能称之为月食，它被称作阿帕萨亚月食。我们不要害怕，相反，很多人等待数千年去见证这样的一个月食。我们应该可以为神唱赞歌。我使用的软件 Stellarium 你也可以使用。我的占星学的文献资料是引用的弗洛科密西罗所写的文本。布哈萨梅达，它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还使用了 timeandday.com 这个网站模拟行星的轨迹以及日食发生的过程和时间，帮助我的预测分析等的细节。你可以在网上找这些网站，据我来看，这些网站上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准确的。非常感谢。OK， 标注1，日环食是日食的一种，发生时太阳的中心为黑暗，那么呢周边明亮，形成光环。这是因为月球离地球较远的时候，它挡住了太阳光，但是呢又不能够完全挡住，那么呢这就产生了日环食。在6月10日的视频里边，咱们有详细的讲解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的话呢，可以去翻看上一期的视频，6月10日的视频。标注2，法罗科密西罗是古印度一位天文学家、数学家，他是公元123年撰写了 Brihat Samhita。Brihat Samhita 翻译过来是什么呢？就是吠陀韵律，其实也就是吠陀占星的意思。在这个书里边呢，一共有105个章节，105章4000节，被誉为吠陀占星术的最古老的著作。有一种形式呢，在印度叫做 sloka， 这种 sloka 呢，其实就是诗歌的一种形式，
而这个吠陀占星术就是沿着斯洛卡的这种形式，以4行诗为主，那么呢每一行26个字母。这里阿比亚所讲的星象学经书就是吠陀占星，咱们现在所说的这本书。那么这本书的话呢，其实类似于我国观星大师，你知道中国也有一个观星大师，在五代的时候，道教神仙，我一说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，陈抟老祖，他也叫扶摇子。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紫微斗数》，那么呢，这个紫微斗数其实也是现在的紫微斗数观星的鼻祖，一样的道理。飘然3，这里呢，阿比亚提到一个地名叫做 NCR，NCR 其实是指这个印度首都地区的意思，很简单，就是3个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缩写，就是 National Capital Region，缩写为 NCR。飘注4，这个日环食的开始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20分，也就是我们国家所说的叫初亏时间。那么呢，日环食的时间的话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时辰。那这个时辰这一次出现是在下午的12点02分。那么呢，日食结束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49分，我们称之为复原。飘注5，大家请注意，这个时间段呢是从20号的晚上直到21号的下午，日环食结束的时间。那么呢，Sutak 呢是印度很严格的，就是斋戒传统。但是呢，这里边请大家注意的，这里边阿比亚讲的就是什么呢？对老人、病人和孩子，是从21号的早晨到当日的下午日环食结束的时间。飘注6，在这里讲一下梵文，叫曼特罗。曼特罗起源于古印度，但其实在所有的这个宗教里面呢，都是以颂唱的形式存在的。那么呢，什么叫做曼特罗呢？就是比如说小和尚念经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曼特罗。基督教里面赞美诗，伊斯兰教国家里边那个喇嘛里边的召唤，或者是叫祝祷词，这都是曼特罗。飘注7，阿比亚在他的视频中呢，进一步解释了6月5号的月食，这是一次半影月食，就是什么呢？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过程当中，通过地球的半影，那么呢，它遮住了这个阳光照向月亮，使之反光。那么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现象，这使得地球挡住了这部分阳光，那么呢，月球不能够直接反光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用肉眼的话呢，其实月亮并没有消失，它还在。那但是肉眼很难观察到。阿比亚比如说呢，就像是你在对着镜子哈了一口气，那么这个哈气就遮住了你的影像，就这样的意思。OK 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参与，喜欢的朋友呢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和点赞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，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推出印度神童的最新的动向和翻译评论。那么呢，我也希望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的观点、你的见解。飘哥希望听到你的声音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 out。